为什么有些老朋友一到了晚年初一十五，天天跑去庙里磕头，在家里恭恭敬敬地供着财神，每天嘴里念念有词，就求个安稳富足。结果呢，反而是家里乱七八糟的事儿越来越多，子女工作不顺心，连自己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眼看着都快守不住了。你想想看，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大部分人，尤其是咱们这个岁数的人，操劳了大半辈子，骨子里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抓存款求贵人，求菩萨，总觉得外面有个什么神仙能赐给咱们好运。可是啊，我跟你们讲实话，这种费力不讨好的状态，就像是在泥潭里打转，你越是用力扑腾，往往陷得就越深，最后弄得自己满身疲惫，什么都没抓住。佛法里有一句话讲得特别通透，叫心外求法，皆是外道。这意思就是说，你眼睛总盯着外面，想从外面找依靠，找财富，那条路从根儿上就走偏了。所以今天我就是要跟诸位聊聊这个事儿，求财不用拜，只要做对这件事儿，钱会疯狂追着你跑。我知道这话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只要你把这一件事做对了，你根本不需要到处去求爷爷告奶奶，那个富贵和安稳，它会自动来敲你的门。咱们很多人啊，一辈子都在犯一个特别简单但又最要命的错误。大家都以为老天爷像咱们人间的办事员，谁烧的香粗，谁磕的头响，老天爷就偏心谁，就给谁发财。我这个老太太今天得把这层窗户纸给你们全捅破了。诸位要晓得，宇宙根本不看你供桌上摆了多贵的苹果，也不听你嘴上念了多少遍经，它只讲究一个法则，咱们老祖宗管这叫同气相求。大白话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心里发出了什么波段的信号，你就会把什么样的人和事给吸过来。你想想看，要是你每天心里装的全是焦虑、算计、怨恨，你发出去的信号全是黑气，你就是把头磕破了，你能把好运气吸过来吗？根本不可能嘛。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看着挺虔诚，实则是在搞假修行。我给大家讲个真事儿，前几年有个张阿姨，今年68了，在外人眼里那真是个虔诚的大善人，家里专门弄了个佛堂，每天一大早天不亮就起来洗洗涮涮，开着念佛机，在里头咚咚咚的磕头。他求什么？儿子在外面开个餐饮店，他天天求老天爷保佑儿子发大财，生意好。每次去庙里，那功德钱塞得也可痛快了。可是啊，你只要看看他在家过日子那个样，你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有一天，儿媳妇发了工资，给自己买了一条800多块钱的裙子。张阿姨一瞅见那个快递盒，心里的火蹭地一下就窜上来了。她虽然没指着儿媳妇的鼻子骂，但接下来的3天，她在家里是拉着个大长脸，洗碗能把盘子磕得震天响，关门恨不得把门框拽下来。她心里算计啊，我儿子天天在厨房里熬油费火的挣钱，你当媳妇的买件破衣服花800，这不是败家吗？那几天家里被他搞得像个冰窖，连小孙子都不敢大声喘气，
不光在家里这样，张阿姨对外人也不吃亏。邻居老太太装垃圾的纸箱子稍微往她家门边挪了半尺，张阿姨能站在楼道里骂上一上午。别人要是说她一句不是，她能记仇记大半年，想起来就在心里咒人家。你仔细琢磨琢磨，她这叫修行吗？她这叫修口不修心。后来这事儿怎么着了？他儿子那个餐饮店，先是消防不合格，被罚了一大笔钱，接着合伙人跑了，生意一落千丈，最后赔了个底朝天，儿子也急出了一身病。张阿姨当时就在佛堂里拍大腿哭，老天爷啊，我天天拜你，连口肉都舍不得吃，你咋不保佑我儿子啊？你太不公平了。我听了直叹气。很多老朋友就像这位张阿姨一样，天天嚷嚷着求财，根本不知道这财是怎么没的。你以为钱是你磕头求来的，你每天在家里摔摔打打，心里全是怨气怒气，佛法里管这叫贪嗔痴三毒。你想想看，一个当长辈的天天在家里散发这种尖酸刻薄的怨气，家里的风水全让你给毁了。老祖宗说家和万事兴，这是最顶级的风水啊。宇宙就算真想给你家降点财气，一看你家怨气冲天，是个漏底的破网，那点福气早就顺着你的怨气漏得一干二净了，你满身都是穷气和晦气，好运怎么可能进得来？所以啊，我常常跟老朋友们讲，求财不用到处拜。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心里全是不甘心，总觉得自己吃亏，你发给老天爷的信号就是我穷我缺，我没有。老天爷这面大镜子是绝对公平的，他只会精准的还给你，更多的没有。更多的吃亏，你看看那些真正发大财日子过得顺当的人，遇到点吃亏的事，人家呵呵一笑，根本不往心里去，别人占点小便宜就当是布施了。看见路边可怜的流浪猫狗，顺手就喂一口饭，你看似他们没天天拜神，但他们心里那份宽容不计较的磁场，正好跟宇宙里最高频的能量对上号了，这就叫厚德载物啊。老朋友们，你是不是也得静下心来反思反思了？你是不是也曾像张阿姨那样，嘴上念着好听的，心里却在抱怨别人，算计得失？如果是赶紧停下这种自断财路的假修行，赶紧把心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杂音关掉，把你那个总怕吃亏的紧张感松开，你的命局才能翻盘。而且啊，当我们把这内心的频道稍微理顺了，咱们还得面对一个更现实的大问题。大家有没有觉得这2年是不是钱越来越难挣了？过去那些靠胆子大，靠倒买倒卖赚差价的套路，现在全不灵了。你再拿以前那种老办法去硬拼，不光挣不着钱，还得把老本全赔进去。为什么？因为咱们老祖宗历法里头，那个靠囤房产抢地盘赚钱的土运时代已经彻底翻篇了。现在咱们进的是什么运？叫九子离火运。老朋友们，你们想想，火是什么脾气？火是往上窜的，看着亮堂，但它特别虚，而且脾气急，稍微见点风就乱烧一气。在这个大运里，赚钱靠的不再是蛮力，而是你的心性，
你心静，这火就能给你照亮一条金光大道。你心里要是急躁，这火转头就能把你自个儿给烧成灰。我就太懂咱们这个岁数的人了。你最近是不是总觉得心里头没来由的发慌？眼看着孩子们成家立业了，跟你话越来越少，你这心里空落落的。你越怕老了没人管，就越想去干涉儿女的生活，越想死死攥住手里的钱，找安全感。结果呢，你越攥，孩子越躲着你，你越焦虑，这身子骨和家里的运道反而越差。大伙儿要晓得，你心里这种恐慌，这种非要掌控点什么的想法，在咱们传统智慧里讲，这就是一股要命的无明火。很多人的财运根本不是被外人坑走的，而是被自己心里的这团邪火给烧干的。现在满世界都是火运，大家都急功近利，你要是也跟着急，那就是火上浇油，别说发财了，连个平安你都保不住。那怎么才能在这个火运时代接住好运，让钱稳稳当当落进口袋呢？记住老太太一句话，得水火相济，火是时代给的赚钱机会，但你心里必须得有一口深不见底的凉水潭，你得有水一样的定力和退让，才能拖得住这泼天的富贵。为了说明白这事儿，我给大家讲讲晚清有名的晋商大东家乔致庸。有一年闹大旱灾，老百姓颗粒无收，饿断遍野。当时好多黑心商人觉得发财的机会来了，拼命囤积粮食，把粮价炒上了天。这就叫被眼前的贪火给烧迷糊了，光看着钱，连命里的因果都不顾了。可乔致庸呢，他干了一件让所有同行都觉得疯了的事儿。他大开自家的粮仓，在街上支起几十口大锅，熬粥白送给灾民吃。那粥熬得有多实在，筷子插进去都不能倒。他不仅搭进去了大把的银子，为了救人，差点把自家几代人攒下的库房底子都给搬空了。在别人眼里，他这是往外扔钱啊，傻透了。但这恰恰是他心里的水。我不去争那个带血的黑心钱，我往下退，我把心腾空。结果怎么样？灾荒一过，整个北方的老百姓和商帮，谁不念乔家的大恩大德？谁做买卖不认准乔家的字号？没过几年，乔家的票号直接开遍了全天下，那银子真就像长了腿一样，疯狂地往乔家跑，拦都拦不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汇通天下。老朋友们，你想想乔致庸这叫什么？这就叫像水一样的承载力。当老天爷把一座金山砸下来的时候，他心里那个巨大的水潭稳稳地拖住了，因为他敢放下，他敢散财，他不怕吃亏，他那个命盘的底盘是极度稳当的。咱们再看看现在的很多人，刚赚了100-10块钱就死死捂在怀里，生怕别人惦记，儿女稍微没顺着自己的心意，就一晚上睡不着觉，瞎琢磨，你的心眼就跟个薄皮玻璃杯一样。老天爷刚给你倒一口滚烫的富贵水，还没等喝呢，啪一声，杯子先炸了。为啥？因为你没那个厚度去装。老祖宗在道德经里说，上善若水，你想让福报
追着你跑，你得先把自己活成一潭水。当你觉得最近机会挺多，可事情总在节骨眼上黄了，或者钱刚一到手，转头就因为生病吃药花出去了，这就是典型的火旺没水，留不住财的征兆。碰到这情况咋办？你得学会往回收。当外面闹哄哄的，当儿女不再围着你转的时候，你别抱怨，这正是老天爷给你机会修心养水呢。你把心放平，不去争呢，一时的对错长短，你这潭水养深了，自然就能接住九子大运的这把火。火是发财的苗子，水是装钱的兜子。你不急不躁了，放下了对儿女的控制欲，好运气才能在你身上扎下根。听到这儿，肯定有老朋友急了。叶曼老师，理儿是这么个理儿，我也想把心放平，我也想空杯，可我这脑子里的陈芝麻烂谷子那些委屈和杂念，它就是赶不走啊。大伙儿仔细琢磨琢磨，咱们到了这个岁数，你心里那个杯子装的都是些啥？是不是装满了对过去的后悔，装满了对儿女的操心？尤其是这2年，看着儿女成家了，跟你也没以前亲了，你多啰嗦2句他还嫌烦，你心里委屈啊。再加上对老伴的埋怨，对以前吃亏的记恨，你这心里的杯子早就被这些发霉的垃圾塞得满满当当了。老祖宗常讲厚德载物，这福报也得有地方装啊。你心里一点空地都没有，老天爷就算想给你降下一场大好运，一看连个落脚的份儿都没有，人家转头就走了。你整天抱怨财运不好，其实全是你自己把运气的通道给堵死了。你不把这臭水倒干净，我怎么给你装新茶？财富也是一样。那到底怎么清空？这就得说到刚才提过的弘一法师留下的那12个字了：嗡占巴拉扎勒扎耶梭哈。老朋友们听到这儿，千万别把它当成迷信，别以为嘴里念叨天上就能掉金元宝。你要是这么想，又掉进向外抓的死胡同里去了。在极深的佛学智慧里，这12个字不是用来求神拜佛的敲门声，它是一道给你自己下达的物理指令，这背后是极其严密的共振物理学。你想想，声音本质上是什么？就是能量的震动。你觉得日子难过，财运卡住了，其实就是你这台收音机的频道没调对，一直卡在焦虑和匮乏的杂音里。咱们这一代人苦水里泡大的，穷怕了，骨子里早就刻上了一种苦行僧的逻辑，总觉得赚钱必须得拼命，生活必须得吃苦，去买菜专挑打折的，蔫巴的买。儿女给你买件好衣服穿在身上，不仅不高兴，还觉得心疼，充满了负罪感。这种潜意识里的苦涩感，总觉得自己不配过好日子的念头，就是你这辈子漏财最大的一个窟窿。这就叫穷气。只要这股穷气罩着你，再多的钱进来也得漏出去。而这12个字的真言，就是专门对付这股穷气的。当你用胸腔去念诵嗡占巴拉扎勒扎耶梭哈的时候，你是在利用高频的声音震动，把你意识深处那个我必须吃苦，我不配的
陈旧外壳给彻底震碎。这几个字特别精妙，嗡字一出，胸腔共鸣，瞬间把你狭隘的心量撑大。占巴拉是平息你心里的烦躁和邪火，梭哈则是把这份清净的能量稳稳地定格住。当这组音频在你体内回荡的时候，就是在强行把你生命的磁场从那种卑微的球一把拉升到本来就属于我的尊贵频道上。所以念这12个字本质上就是在给你做一次生命的大清空。你是在通过音波把心里的怨气、执念、恐惧全给排泄出去。道法里叫虚实生白，屋子里的破烂搬空了，阳光才能照进来。你要敢于放下那些让你心烦的旧账，最重要的是你要敢于放下对儿女那份沉甸甸的执念。你不去抓了，手松开了，心疼干净了，奇迹就会发生。由于你内心腾出了一个巨大的真空，外面的好运气、好磁场就会像刮大风一样，顺着这个真空的压力，自动自发地倒灌进你的生命里。你根本不需要追着钱跑，你只需要把自己变空变大，财富和安稳自然会疯狂地奔向你。不过很多老朋友在试着这么清空自己之后，在现实生活里马上就会遇到一个极其难熬的阶段。你会突然发觉自己好像变得越来越不合群了，身边的朋友好像越来越少了。你最近是不是也有这种越来越孤独的感觉？如果有，你千万别伤感，更别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我这个老太太跟你讲一句掏心窝子的话，这种孤独其实是老天爷在给你发升级包呢。你想想，咱们以前那个圈子全是抱怨、攀比、算计，那是一个巨大的低频垃圾场，你天天待在那儿，就像是天天喝污水。现在你开始修心了，你开始念那12个字了，你的频道往上提了，你开始往高频走，那原来的磁场当然就跟你不兼容了，就像是清浊不能同流。所以当你感到孤独的时候，不要难过，这反而是你生命中最成功的一次磁场大过滤。我再给大伙儿讲个真事儿。我有个认识的老太太，姓王，早年间她那是出了名的热心肠，其实就是管得宽，谁家的孩子没教好，谁家的日子过得不像样，她都要去评判2句。那时候她家里总是人来人往，每天都有人凑过来跟她交换各种小道消息，她享受那种被人围着转的感觉。可结果呢，他儿子因为受不了他那张嘴，一年到头难得回一趟家，他自己也因为常年在那堆是非里打转，把自己的肝气给气坏了，常年失眠，脾气大得吓人。后来他大病了一场，出院之后就像变了个人，他不再去管那些闲事，也不再凑那些热闹，每天就在家里静静地坐着，念那12个字，出门也就是去公园散散步。这一静下来，他那些所谓的老朋友全散了。人家说他，哎呀，这老王怎么变了，神神叨叨的，也不爱说话了。他听了就笑一笑，心里头一点波澜都没有。刚开始那阵子，他晚上睡着睡着也会醒，觉得心慌，觉得没人陪，但他没理会，继续修心。
神奇的事儿就在后头。他这么一静，他儿子竟然主动回来了，看着他那种通透安静的样子，母子俩反而能坐下来好好吃顿饭，甚至能说两句贴心话了。他那肝病随着脾气越来越好，也不药而愈，整个人看着年轻了10岁。大伙儿看，这就是因果。你把那些消耗你的负能量社交给剪断了，把心腾空了，不仅是你心境变了，你跟你身边人的磁场感应也全跟着变了，这就叫磁场隔离。你如果不把你生命里那些整天散发怨气、嫉妒、嚼舌根的人给隔离开，他们就会像抽水机一样，把你刚刚升起的那点财运、那点清净气全给你抽得一干二净。咱们老祖宗常说，大勇若怯，大智若愚。真正的圆满从来都不是靠人多凑出来的，那种逢年过节都要去凑的热闹，很多时候都是在互相消耗。真正的福气是你在独处的时候，内心那种笃定，那种清凉。现在的你就像是一台正在升级硬件的精密仪器，当你开始接纳这种孤独，当你开始在清静中练习，那12个字的震动，其实你已经绕过了现实世界里90的内耗，你不再去争那一口气，也不再去抢那个面子，你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吸引力赛道。在这个赛道上，你不需要讨好谁，你只需要把自己变稳变好。当你身心越来越通透，那种从内心深处生出的贵气，自然会吸引来真正高频的好人好事。那些低频的烂人烂事想靠近你，都感觉硌得慌，自然就离你远远的。所以老朋友们，如果最近你觉得没朋友了，没关系，这正是你命局翻盘的前奏。请你一定要守住这份清净，把它当成是你人生下半场最好的补药。当你彻底学会了在孤独中扎根，当你彻底不再向外寻求认可，你的福报就真的要来了。那既然我们要修这颗心，修这股气，到底该怎么把这一套实打实的法门用在咱们每天的生活里，特别是在晚上睡觉前，那可是咱们一天当中与宇宙能量对接最深、最关键的黄金窗口期。这接下来我要教给大伙儿的3步修持法，可以说是咱们这辈子的救命招。你只要坚持照做，保准能把你家里的运势给稳稳地托起来。第一步叫土能量扎根。咱们这辈子活得太累，身体里头火气大，浮躁气重，魂儿总像是在外面飘着。晚上准备入睡时，身子彻底平躺在床上，啥也别想，先把那口气给匀下来。你想象一下，咱们身下坐着的这块大地，它是厚重的、稳固的、金灿灿的。试着把你的注意力从头顶往下移到脚底板，观想大地那股深沉厚重的土黄色能量，顺着你的脚心一点点往上走，路过你的脚踝、膝盖、腰杆，一直到你的脊梁骨，把你的身体像钉子一样钉在床上，这叫接地气。很多人运气不好，就是因为身子虚浮，魂不守舍，根扎不住。你每天睡前这么练，其实是在告诉身体，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不去外面抓了，我把根扎深，
我稳住，福报自然能落到我这儿。第二步叫真言种子，身子稳了，心就静了。这时候咱们把那12个字嗡占巴拉杂勒扎耶梭哈请出来，不是让你在那儿跟念经似的死磕，而是要轻声的缓缓的念，或者在心里默念。每一个字你都要把它当成是一颗金光闪闪的种子，随着你的呼吸把它种进你心脏的最深处。念嗡的时候觉得全身都打开了，念占巴拉的时候觉得心里那点焦躁像被春雨淋湿了一样平息了。最后梭哈定住，就这样把这12个字当成你的摇篮曲，伴着它进入梦乡。你在睡前种下的是本自具足的富贵种子，你带着这种心满意足的尊贵感入睡，你的潜意识就会在你做梦的时候把你明天的现实重新编排。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眼里的世界都变了，你看什么都不再是阻碍，而是到处流淌的机遇。第三步叫功德回向做活水。最后这一步是很多人发了财又守不住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很多人赚了点钱，或者日子顺了点，就觉得这是我自己的本事，或者是家里祖坟冒青烟了，那是私产的死死守着。你记住，财富如果只是进你一个人的腰包，它是死水，早晚会干。但如果你把它看成是流经你的一道光，目的是为了照亮家里人，帮衬有难的人，这水就活了。所以在睡前呢，最后一刻，你一定要在心里对自己说，今天我修的这些心念的这些咒，我不求它只让我一个人发大财，我希望它能变成护持我全家平安的福田，希望它能让我子孙后代少走弯路，让那些受苦的人也能看到一点光。这就是回向。当你把自己的心量从我扩大到咱们你这个容器，瞬间就变成汪洋大海了。这股活水会让你的财库永远不干，永远有源源不断的能量流进来。老朋友们，这3步不花你1分钱，不让你去求任何人，只要你每天睡前那几分钟老老实实的坐下来，那股子安稳的富足的气息自然会渗透进你的骨髓里，把你那乱七八糟的命格给彻底扭转过来。好了，老朋友们，讲到这儿我也该收声了。我知道咱们年纪大了，记性没那么好，怕你们转头就把这些个重点给忘了。我最后再给大家啰嗦一遍这几个救命招，你们可一定要把它装进心里头。首先别再往外抓了，不管是金钱还是儿女，你抓得越紧，它越是像手里的沙子漏得越快。求财不用到处拜，那个真正的财神爷就在你那颗清净宽容不计较的本心里头。只要你心里的那潭水够深够稳，大运的火自然能拖得住，这叫水火相激。其次，要把心里那些垃圾都给我倒干净，那些对过去的悔恨，对儿女的过度操心，对隔壁老王的记恨，通通给他扔出去。每天晚上睡前那10分钟，把身子扎实地定在床上，把那12个字的真言念得透透的，把你潜意识里的穷气委屈气给震碎了，种下那种我本自具足的富贵种子。最后
千万别怕孤独。如果哪天你发现没朋友凑热闹了，恭喜你，这是宇宙在给你清理磁场，是在给你腾地儿装大福报呢。你守住这份清净，别去管别人的闲言碎语，把心定下来，你那磁场一变，好运气自然会像风一样往你家里灌。讲到这儿，我想再跟大伙儿多说几句心里话。很多人觉得修福报积阴德，那是庙里的事儿，其实不是。咱们这文字，这念头，那是带着能量的。你今天听懂了这一课，你心里的那盏灯就亮了。这盏灯亮了，你家里那些原本昏暗压抑的磁场，它也会跟着变亮。所以我最后嘱咐大家一句，把这篇内容转发给你们身边最亲的、最在乎的人，转发给那些还在为钱财、为儿女、为晚年发愁的老姐妹、老哥们。这不叫凑热闹，这叫行大善。你这一句小小的提醒，哪怕只是让他们多了一分心安，少了一分焦虑，让他们从那个互相消耗的圈子里跳出来，这就是你在救人，这就是你在为自己和子孙后代修一道坚不可摧的护身符。咱们中华文化里讲，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福报这东西，你越是舍得给出去，越是源源不断。你把这一份觉醒的能量传递出去，你就是那个传递光明的人，这功德大得很。最后，如果你觉得叶老师今天讲的这些真正触动了你的心，真正让你明白了这后半辈子该怎么过，请动动你们的手，给叶老师点个赞，点个关注。你的每一次转发都是在为你自己和家人积福，这股子千千万万人的善念汇聚在一起，那能量场大得不可思议。请你们在评论区虔诚地留下一句心净土成，万福归位。当你写下这句话，你就是在向宇宙发出最强烈的声明。我准备好了，我接纳了，我从今天起要做一个心定的人，做一个接得住福气的人。这写下的每一个字都会化作回向到你和你家人身上的光，护佑你们阖家平安，富足安康。咱们这辈子苦也吃过了，累也受过了，后半辈子咱们不求那些虚头巴脑的，就求一份清清静静的安稳。我就在这儿等着听你们的好消息，等着咱们在觉醒后的巅峰相见。保重，老朋友们。